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上周，追光吧最强工作室争夺战强势开启，4大工作室发起人首先带來合作大秀，並接受專業評審的投票。能代替你地位，忘掉錯對，來懷念過去，曾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我明白。见所未见，获得了19票，恭喜张卫健获得了第1名。今晚专业评审票数排名第1的发起人张卫健將優先選擇對戰工作室，剩下的2組工作室則自動形成對戰關係。4大工作室兩對戰，專業評審票數更高的2組工作室將進入巔峰對決，爭奪本年度最強工作室殊榮。张卫健大哥在发起人合作表演秀中获得了第1名，请问你选择哪一支工作室作为你们的对战工作室？想说呢，就是呢，我呢就闭着眼睛，然后呢转几圈之后呢，然后呢我碰到哪一位就是哪一位，好不好？然后呢，刚刚那3位哥哥呢，麻烦你们调换一下位置。然后呢，我现在就停了，帮我摆正方向好吗？哦，这是正方向。对，这里是观众。好 ，OK。好，我就直后退，我选中间这一位，中间这一位。你就大声的说出你想选择哪一支战队。刚刚本来站的中间是谁啊？我选中间这一位，中间这一位。沈南哥后面的是小欧哥。好，那就小欧哥。金 AD 209。OK， 那么今天晚上的对战局面已然锁定，将由见所未见对战金 AD 209，同时由6倍光速对战 3-5。我问一下张卫健大哥，今天晚上你想选择上半场出场还是下半场出场？上半场。上半场第1个出还是第2个出？第1个出吧。谢谢张卫健大哥的勇气。按照规则，金 AD 209就是今天第2个出场。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吗？没有，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一直就没有在一起碰过面，然后我们的歌又是宗伟的歌。是的，所以呢，杨宗纬呢，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赢家。哇，好爽哦！接下来下半场6倍光速和3-5的对战，
因为呢，发起人吴建豪在刚刚的投票过程当中票数更高一些，所以说吴建豪你拥有优先选择权。你们是想第3个还是第4个？第4个出场。那第3个出场呢，就是 3-5。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对方的？谢谢他给我最好的位置。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 guess I'll just say good luck. OK， 大幕开启。首先，掌声有请第一个登场的见所未见工作室，有请京 AD 209，跟随金晨到观战室备战。来吧。今天是见所未见工作室最后一次团秀的表演了。 也是最后一次团彩了。不好意思，大家都疯了，大家都疯了。搞错了，再来。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哈，我们从一公的万里长城，刚刚一开口，我的眼泪要出来，太棒了，太给我们力量了。二公的歌《怀念战友》。 这种男人的热情，这种力量感，我个人特别喜欢。3公的歌《独上西楼》。前面都是比较严肃的。可以，就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嗨起来，唱摇滚吧。哥，我们已经闷了2场了，我觉得。4公的歌，我们可以从头，用欢乐的态度来跟观众一个呈现这个舞台。而且我很喜欢最后一句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的理解，这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以很豁达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哦，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在年轻啊。 见所未见，欢乐无限。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欢乐。在这个欢乐当中，其实会孕育一些比较温暖啊，然后大家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很流畅，而且我们有很炫的这个装置。打我一下，老师。哦，好的。好，老师们，我们准备要吃这个。哇，它就一个那种像尼龙绳那种样子，然后缠在手上，然后捏着，靠我们4个人同时加速跑步，然后他把它升起来，然后当时我这整个人就懵了，因为它完全靠你的臂力去支撑，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会比较僵硬，所以这一块当时是有拉住。 有拉扯一下，当时。我觉得那个装置太好玩了，就是虽然手很痛，但是拉着那个绳索绕，又酷帅，然后又刺激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怀抱着100%的信心，就是说我们应该会是最强工作室。那最后上台之前，再给自己加个油吧。好，我们现在见所未见，给自己打打气。3、2、1， 5、6、7，走。见所未见，欢乐无限。有请见所未见工作室带来团队大秀，火车驶向云外，梦。 安魂于九霄。哇，你别说这俩人倒挺配啊，机车轰鸣的那种。现场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些残梦，另一九霄。路漫漫奋斗，满目残愁，在花香之后，完美坠落，在思维宇宙炫目遨游。我那些浪去流传九州，云游魂飞走，迎风扑后，在宿命身后，不停回首，是丝如归愁，毫无保留。黑色的不是夜晚，是漫长的孤单，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盼，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是守恒而今悲欢，失去的永不复返，是守恒而今悲欢。借光阴渐远去，任时间悲喜烂聚，昼夜轮波不停，纷飞的爱情男女，情仇爱恨别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真年轻。兄弟们 OK 吗 ？OK， 走起来！摇起呐喊的热情，携光阴渐远去，任世间悲喜烂聚，昼夜轮波不停，纷飞的蓝情男女，情仇爱恨别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Bravo！ 不错，挺好。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因为我尝试过那个吊环啊，吊到手上，一个人压在上面，那个手真的受不了，很痛。而且你像魏健哥都已经在一定的年龄上，我觉得就很拼。仲伟哥当时驮着韩宇的时候，就是我的脑海里一直想象的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就是那个车速好慢。就特别像爷爷拉孩子，就是放学的感觉，你知道吗？哇，那个又酷帅，然后又刺激这样子。京 AD 209会享受这个表演时刻吗？马上连线一下备战室金晨。破防了，每次看到见所未见表演，真的都是又惊又喜。不过，想让我身边的京 AD 209破防，那可没那么容易。说两句，心情如何？看完表演，太拼了吧？能不能给别人留点后路什么的？这种是吧？特别的炫，
然后色彩斑斓、嘉年华的感觉。谢谢。好。我今天呢，真的是一上来啊就是王炸呀！我想问一下，见所未见，今天是怎么想到的，把这么多的元素都放在了同一个作品里面？为什么会想摩托车呢？因为我觉得男人的梦想可能是车、玩具很多，但是人长大了，可能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拼事业，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个。所以呢，载体就是摩托车。明白，摩托车代表着心中的那一份自由。为什么你们4个人只有杨宗纬同学真正的骑着开了摩托车？为什么不是4个人一起齐刷刷的上来？因为我们没有驾照啊。对，好像只有 Vanessa 跟我有这个机车的驾照。对。天哪，杨宗纬竟然有机车驾驶证！你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深情男唱将吗？对啊，但是安静的美男子也可以骑着机车啊。他外面很沉稳，对，这外形很沉稳，其实他宗纬这个人内心很奔放的，啊，这个倒是实话。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掉下来或者是这个转这个了，我们想说呢，就是很多人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都有梦想过自己能飞的。如果能飞就好咯，这样子。其实我们彩排的时候，导演呢也有问过我们，要不要再高一点呢？转这个的时候再高一点，因为大家韩语也巨高嘛。然后我们就说不要了，因为我们其实最想表达的就是，只要我们能飞起来，无论它是飞得高也好，飞得多低都好，我们的人生。尝试起飞就好了。我记得有一句歌词里面，这一句其实是我们4个人都觉得，就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对。其实我们是觉得老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但是就是看你怎么样角度去看老去这件事。我们是比较不喜欢老了自己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到了，然后也轮不到我们做了，年轻人做吧。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更扩大的心态去看这件事呢？尽管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人正年轻，那不是很好吗？我们也替年轻人开心，他们有机会。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我们这个地球不早就停摆了吗？建豪哥，在台下看得过瘾吗？很了不起，对啊。然后因为我们每次都在 holding room 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在这边看你们现场的时候，就真的很开心，然后真的很打动我的心。而且最后也看到那个韩语，因为就是很享受这个最后的这个 moment， 我觉得很棒。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对，谢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京 AD 209前来应战，有请。加油 ！Go！ 加油！请见所未见工作室移步观战室。充电，充电，充电，充电！这次是我们京 AD 的最后一次团彩。哎，说不定以后还有。那咱就是别踩了。整个团秀有什么就是创意的想法？这也不能说。是这歌啊，让我随你去。京 AD 209，我们唱宗纬的歌。宗纬到时候给我们指导指导啊！对，这名儿起的就好，越过山丘。你说这个就真是跟安排好了一样，咱从1公就开始越过山丘，一直越到最后还得越。对，无论是我们跳动起来啊，动起来，每一秒动起来。来到这个舞台，不就是追光来的吗？像我们的饕餮。
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自认为是最好的一支表演。我们大家共同合作的那种状态，我觉得都特别的过瘾。不染的时候又变成了这种文弱书生的感觉。前2公的时候，那个奥月和苏苏他们2个，为了让我们仨能够突破自己，人家付出了很多。所以这次我们就想选一首慢歌，然后让奥月和苏苏他们俩好好突破一把，我们老哥仨陪着。那这一次呢，我们觉得是想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这个歌里面本来就一个19岁的我，一个60岁的我，所以我跟欧哥就扮演了60岁的我们，苏苏跟奥月呢，他们是代表19岁的。其实我们是一个人，然后把每一段的生活，每一段对生活的看法，一种态度。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给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是用一种非常炸裂的一种方式，一种摇滚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我离开乐队以后，就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OK。好吧，可以，咱来这个吧，没问题，没问题。来，1、2、3、4。这样好了，这样唬人，现场的感觉。对我来说很神奇的感觉，因为我没有见过。虽然我33了，但是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氛围。进到他们那里面，然后各种乐器，鼓、琴、吉他，还有麦克风、立麦，哇，那种感觉就会让我有一种想在里边长存的一种冲动。帅哦！下辈子我也要做个歌手，摇滚歌手。我觉得有机会能够跟这么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回到20岁梦光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是吧？你就唱原来的就行。歌手，歌手，对，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对，唱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奥月唱好多是上。我真的是在几个的帮助之下，我的唱歌真的是有进步。最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这首歌，我们一起站在台上，摇滚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圆满的一个收尾。帮助他们唱，我们也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能够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京 AD 209，重建，重建，重建！掌声有请京 AD 209工作室带来团队大秀《越过山丘》。宗伟哥的歌，我帮你推荐一看。好好好。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
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那个形单影只的歌手。One two three let's go， 越过山丘，那一座一座的山丘，不停找梦，千亿足球，直到岁月没有尽头。看我们一起追着光，尽管漂流被染上，哪怕一路跌倒对着风暴，我们始终坚强，掀起最大声浪，从不对困境闪避，绽放无需勇气，计划闪烁，筹码掌握不费力，让你们服气。我们越过山丘，越过山丘，越过山丘，暴雨倾盆洗礼，我们越过山丘，辛苦磐石比喻，我们越过山丘，仗义随着心，我们越过山丘，越过了悬崖海域，我们越过山丘，肆意打破常规定律，我们越过山丘，一眼百科成印，我们越过山丘，三级不负使命，越过山丘。哇，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一个摇滚对摇滚的局面哎，我心里都觉得说哇，整个后面他们也是改成摇滚的形式，然后再加上 rap 这样子，就是新意十足，然后也让我觉得很出其意料，太爽了，很奇妙，我感觉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感觉，爽啊，太爽，太爽了，真的很爽。谢谢京 AD 209带给我们的这版山崩地裂版的《越过山丘》，开心吗？在团战的最后一场，为什么会选择以硬核摇滚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我们一直该突破的也都突破了，那只有这个还没有在现场表现过。虽然我们拿到的一首这个歌是宗纬这个那么好听的一首《山丘》啊，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唱是肯定唱不过他，所以我们把后边就变成这样。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宗纬在台后面的那个小表情。你是开心就笑出来，宗纬哥，不要憋着。你现在是外放的宗纬哥，我会不会表现太明显？其实我挺关心的，这首歌的原唱如何评价咱们的这首《越过山丘》？马上连线备战室。哦，太棒了，宗纬哥！从他们4个人身上都看到4种不同的特色，还有人格特性，让我觉得说这么好的歌曲，让他们来做一个演绎，是我内心无比的荣幸、光荣，然后
你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原唱给干掉了。就是我们恨不得可以马上到现场去，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隔了那么远，都能感受到现场是有多么的燃呢，所以我们很想在现场看，很成功的4位的演出。沙宝亮老师，我记得刚刚那个您在看电视的时候，画面里的那个人应该，画面里的人是我当年在这个法国未来国际杂技节当中比赛的那个实况，我很惊讶，因为我就没想到他们怎么会节目组怎么会找到这个东西。风与风，那笑着摆了摆手。法国，那是宝哥自己，那是宝哥自己。哦，对啊，你看，是啊。还有我当年拍那个摇滚青年，那是我当时是那个 break dancer。哇，在那个前面是有一段 solo 的那个舞蹈，你看不？你到时候回去找看。别的，你现场有真人在这儿，不行，我现在越过山丘了就搜一段呗。不了，算了。行，来一段。那一次跳是在多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6岁左右吧，16、17岁吧。来了！啊，对，就这个味儿，哎，谢谢。哇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啊！我敢说，现在应该能跳出来他那个味道的，在中国，我觉得应该只有他。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个时代，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天哪，这太好了！哎呀，各位老腿儿了，不老，一点都不老，真的吗？漂亮极了，老的刚刚好哈，漂亮极了。谢。建豪怎么样？我还可以吧？好棒，很棒，我看着好过瘾哦，真的比较 vintage 哈。不，完全很棒，真的很棒。我有注意到啊，咱们这个舞台设置啊，其实是有细节的。对，是的。何苏是有一个指路牌，这个是他的年龄，26岁。26岁。对，奥月呢是一个33岁，是吧？对，33，但是这有点像鞋柜，不是有点像38岁。哎呀，33，还有好几年个。然后我呢50岁，看是一个5，这是一个表啊。欧哥呢最大52岁。哦，对，这里边都隐藏着我们的年龄，加在一起是209岁。我们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4个是一个人，我们只是站在这边看到了我们年轻的那一边。我曾经跟苏苏说，我说我跟欧哥站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的当年。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杨和苏和奥月能够看到我们那个冲动的时候，那个有棱角的时候。我说，但是你们看不到我们，因为你们没有到这个年龄，所以我希望等到你们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时候，一定要比我们更精彩，比我们更棒。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4个其实是合4为1啊。谢谢。接下来，见所未见，请再次回到舞台之上，和京 AD 209一键分享。哥，棒棒的。思思哥，唱这首歌，很棒，真的很棒。接下来51位专业评审，黄色代表见所未见，
蓝色代表金 AD 209，2选1，不可以弃票。首先，左侧的专业评审，请投票。选择的那个颜色。金 AD 209 18票，见所未见8票，现在是金 AD 209明显的领先。有请右侧的专业评审投票。黄色，这边是黄色。哎，有机会呀，好像。哇！故事的发展有点跌宕起伏了，很近，多1票2票吧。右侧的金 AD 209 9票，见所未见16票。最终的结果，金 AD 209 27票，见所未见24票。恭喜金 AD 209在本轮获得了胜利，直接进入下面的巅峰对决。恭喜恭喜恭喜！走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每一场团秀、CP 秀或者是什么混合秀什么的，每一次都有很大的突破。我们真挺希望能拿一个最佳工作室的。感谢我们的见所未见，谢谢。我觉得冠军只有一个，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最重要的真的是我们用一个很快乐的呈现给大家，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试过有一个舞台是可以从头笑着唱到尾，一直都可以很亢奋的状态。我们想带给大家的就是欢乐，见所未见，欢乐无限。我觉得以后我会把这个舞台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看很多遍。宗伟哥，这个舞台会在你的演唱会出现一次吗？如果可以，你们都能来的话，我当然很希望。请节目组把 UFO 配给他，到时候。临近新年，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新年福利。今天会有一个神秘嘉宾，通过 Soul APP 的蒙面匹配功能，随机匹配一位观众，同时他也将一种可爱的方式把一个祝福送给大家。这个幸运观众会是谁呢？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有点激动，这个头像好可爱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听你的声音好像是金晨，是我啊！我们竟然匹配在了一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都喜欢跳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 Soul 的深度用户嘛，他们这个匹配的原则就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才能有机会匹配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你现在是在录什么节目吗？我在录《追光吧》。那你多注意休息。好呢，新年快乐！感谢我们这位神秘嘉宾们送上的新春福利。我发现我们的 Soul APP 的用户真的是深度用户，对我们的产品功能如此之了解，还偷偷的帮我们产品做了一个广告。聊兴趣不孤单，这里是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好，我们马上开启第2轮工作室对战，请后出的6倍光速工作室回到观战室观战，舞台留给率先表演的 35工作室。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你看，我把这次彩排效果分享到 Soul APP 的广场，这样就能看到大家对于这些有什么建议。哇，一下就这么多评论啊！是啊，因为这里有很多懂我的人啊，容易产生共鸣啊。今天以后，我们35工作室就算圆满的有一个 ending 了，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的习惯离离合合的，但是这个确实。35树，我们是35。我们一共找到一个很好的开始，但2公又迷失了一点。勤奋和姜潮将离开这个舞台。
但3公跟4公又找回来一个方向。好像刚刚找到大家的这个默契，然后就要结束了，就觉得啊好可惜。要是我们可以再玩了2场的话，还会玩出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对。请看第一首《漠河舞厅》。 3-5团体秀选择的曲目是《漠河舞厅》。现在这首歌非常的火嘛，然后各种不一样的版本，包括男女对唱啊 ，band rock 啊，但都没有原版好听。原版很简单，那意境。老先生对于他妻子那段那么浪漫的感情，觉得很感动，在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哎，但我突然间就有个画面出现了。 旋律是记不住的，但是我喜欢你们那个故事。我们能不能为这位老先生唱一次这首歌？好，我们一进来，本来这个故事就说，你们已经收工了，在一个大雪的晚上，然后突然间一个人就来了，好，我就说，哎。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们收工了吧？而且他是在这里做的比较长哦，没事，我们没收工，你们又把本来已经收拾好的乐器又重新开，因为你刚来1年，可能他就跟你说，他每年同一天都来等极光啊，可能他就问这里有极光吗？没见过，就可以开始音乐的部分。 大哥一开始他聊的是一个，画面的一个构想，那我希望就是说怎么样去融合大哥这个构图的一些音符上面的一些搭配。我们的版本还原到一个最简单的表达，但其中呢也做了一点点的设计，把前面的第1段变成了3拍子。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容易让人进到这个故事里面。Because that's Daga's department, right? The making of the story of this song, and Zhu Shengge is in the music department. So for me, my one purpose for this show is to show live music. I've never done this type of live music. We play everything, like if one messes up, then the whole show is over.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吗？他的大学是有可睡了了。 I'm actually really nervous about that. Dagu, even though we were just practicing, but he was singing and I saw tears in his eyes and tears rolling down. And, you know, I almost had tears in my eyes as well, so. 我觉得你这边把你的谱放在这个地方，是吧？就不要那么辛苦，不要成为负担。对，你基本的时候就看一眼，不要成为一个负担。你回来看一看我，大雪是如何这样的，我的眼睛是如何融化。如果 I think for this time, we're singing for Daga's acting part. In this show, is more like we're not singing for the audience. This is like a play, like a musical. This is our own world. Like we're not connected with the audience at all. And so we're singing this for Daga, for this character, for this old man that's longing for his, long lost wife or something.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3个人的一个理解下面，能够给他一个新的感觉，是用我们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大哥，喂，干嘛呢？查字典，想买药那个字呢？你看这个字太难读了，你会读吗？不会。不会吗？哦，谢谢。你要查这个字干嘛？他快过年，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小孩子团点药，但是这个字真的没几个人可以读啊，所以查字典。不用这么麻烦，不用这么麻烦。哦哈。你打开手机淘宝，点击小相机，拍一下药盒，天猫好药上同款的正品好药，任你选。随便选。干嘛你怎么不早说？在天猫好药有同款。有请 3-5工作室带来团队大秀《漠河舞厅》。哎，来了，收工了。对，不好意思，没事，坐吧。他是谁呀？哦，他每天在同一时间都会来这里等极光。极光？对，极光，我都没见过。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温馨就像你的眼睛，温柔地看我，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3000里，无人见过你。花园里有春碧如锦，灯光底抖落了真心，在1980的漠河舞厅。如果有一天你归来看一看我吧，看淡水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将收拾的笑话。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温柔地看我，你什么都不必说，夜风惊扰我。可是你压入了生命，让你去还那么年轻，都怪你人生冷冰冰，在一个人的漠河舞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站过程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失去的笑话。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无人抖到，城市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呀？乘风入海吧，乘风入海吧。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惋惜就像你的眼睛温柔地看我，你什么都不必说，你什么都不必说。在1980的漠河舞厅。谢谢 35。你知道这个故事啊？我知道。我当下其实那个心很揪，只要是振宇哥他在演戏的时候，我就完完全全会跟着他走，跟着他手去动，跟着他的想法。我觉得让每个人很不由自主的就把自己的故事带入到里面，这样子。他们的这个版本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版本，没有之一。演员是太到位了，然后以为他要走出去了啊，可能结束了，又走回来的时候就哇，又更多。戳你啊，真的是戳你心呐！来搜 APP 搜索找虎，有机会白拿最虎新年礼包。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好像是音乐剧片段一样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一次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作品？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我只知道这首歌有个故事的，我就听过。哦，这个故事真的是觉得挺浪漫、挺感动了。后来我们选歌的时候，我第一个画面就是想，就蹦出一个最淳朴的一个舞厅，但着有一些最华丽的花耳机，结果先生跳个舞，
最冰冷的地方，所以有雪。他们明明是收工了，还为了我再奏一首很温暖的那个反差。后来有极光，就是我觉得极光是可以不要那么悲哀的一个感觉，就是有极光来的时候。后来我看你就是突然间就笑了起来，当时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就是你等了那么多年了，就因为在从来没有极光的地方出现极光了，所以他每一年的心愿好像天空上面都听到，就是其实也是圆满的大结局吧。对，了他一个心愿，给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老先生给我们一个那么美丽的故事，想跟这个老先生说一声谢谢，就表达就是吧，就为他唱一次。张文杰大哥，喜不喜欢刚刚这段沉浸式的表演？哦，我是很感动的。好，请容许我讲一点点，就是我透过振宇哥你们这首歌，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的太太已经跟我讲了很多年，说很想去看极光，但是每一年她提到的时候，我都说我没有很大兴趣。然后她每一次都会说，那我就跟我的闺蜜去，你不介意吗？我们不介意。然后就这样子，整整10年了，同样的对话，10年了。然后我就是刚刚看了你们这个演出之后，我就在自己心里面我很愧疚，就是看到那位叔叔的爱人不在了，他都依然那么痴情。今天我的爱人还在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跟他说我没有太大兴趣看极光，不陪他去呢？所以刚刚就在那几分钟里面，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去，我一定要陪我的爱人去看极光，真的，我真的这么想，所以很棒，很感人呢。张文杰大哥，我不知道你们下次去看极光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现场送给你的一份礼物，极光。哇，极光！回头抓紧时间，带着自己的爱人去做想做的事情。是的。那么接下来有请 3Fire 工作室前往备战室观战，请。接下来掌声有请6倍光速应战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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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好听，这个是好听的，它是美的，对。行，是他。怎么样？看来6倍光速有答案了。你们的选择是如愿。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我们从1、2、3公的时候的表现，在于要走的那些方向，该表演的就表演过了。一开场就是很炸，那种 We will rock you, we are the champions。然后其实就是真的没有一个好好稳定的，我们6倍光速就直接把一首歌美美的去唱完。然后因为我异常喜欢王菲，我觉得王菲的歌声是代替不了的一个歌声，觉得很好听，但也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接，然后怎么样去唱，因为男生去唱他的歌，就真的需要把他的气质跟高级感唱出来。对。
搞成3重唱。这次其实西哥他一下子就很热情的说，这个方案我可以处理，我可以搞舞台上的表演，然后就是合音，所以在整个的编曲当中，后半段选择了用3拍子来去固有的歌曲逻辑想小小的破一下。因为我一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我一下子就可以想到说我们3人可以用一种这个肯定就是要用美跟高级，就好像是穿越另一个世界，类似像一个梦幻的一种感觉。3位有分音部吗？比如西哥是低音或者听不懂，不知道，就给我旋律，给我啥我唱啥。然后特别好玩，我和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脑子里记住自己的旋律，然后和声就是在把这个歌放的时候，你就认为这个歌现在是一个噪音。山河无恙，无恙的曲长，似你如愿的眺望。因为那个时间会有一个主旋律，然后还有人会唱主旋律，就避开这个噪音，把你自己的那个旋律唱出来，就胜利了。这一轮，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旋律线条还是蛮长的，又很美的一首歌，其实是描写意境的。所以说，在这一轮，我就在和声的这个设计上面，是想给九溪设计在一个高声部上边。我愿活成你的愿，然后豪哥是下3度。我愿活成你的愿。然后我呢，主要是主旋。我愿活成你的愿。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自信，说我们可以拿到最强的那个工作室。要炸，我们是最炸的。然后如果要美的话，我们应该也是最美的。所以在最后的这4公嘛，我们也依然是保持着6倍光速最基本的底线。掌声有请6倍光速工作室为您带来团队大秀《如愿》。加油！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语不尽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
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脸。你的手我蹒跚再见，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爱睡梦想，像你深爱的那样。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圆，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爱你啊。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身边。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未知的世界，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脸。美，谢谢6倍光速。为什么会在最强工作室的这个环节选用了这样一首慢歌，娓娓道来的？我感觉这好像并不占优势吧？这你就不懂了。你说说看。歌慢不代表弱。我们从一公，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场就是很炸，很那种 We will rock you, we are the champions。对，4公我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歌声，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代表6倍光速，想要表达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灵魂吧，一种精神。对，就是如愿，它其实是如你所愿。它这个你是谁呢？其实是我们的父辈，就像词一样，见你未见的世界，你的苦，我的甜。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所以说，我们都是享受着我们父辈带给我们的一种特别美好的东西。对，也算是给我们这一季的追光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如愿啊，如愿以偿。As you wish。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啊，你看一般唱这种唯美的歌曲，就是穿的衣服呀，大概应该是那种素色的怎样啊，飘飘的那种白色呀。但是为什么3个人的颜色如此之跳跃？这你又不懂了哈。哎，愿闻其详。其实你们大家可以所看到我们的舞台的舞美，所有一切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种子，它需要花很多时间，阳光、水，然后它的硬的那种种子才真的长出来里面的美好的东西。人也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透过很多的痛苦之类，才可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在颜色这个包括也可以配合你们所看到的这些花里面的这些颜色。对。而且我还听说这个紫色是您的幸运色。没有，小时候其实就是很喜欢喝葡萄汁嘛，那葡萄汁是紫色嘛，因为很甜嘛，小时候胖，就喜欢喝甜的，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这个紫色看起来很舒服，然后就一直以来对紫色很有那种大红大紫嘛，对不对？哦，紫气东来嘛。那您这个是？我这个是心想事成。哦，心想事成。对，我这心想事成。97，你这个是？
我是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单身的女性都能找到自己的男朋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从花丛中走出来呢？就是祝愿我们每一位2022年走花路。哇！宗伟大哥，就针对刚刚6倍光速他们那段演唱，感觉如何？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在发光，然后配合上整个舞美的设计，这样，所以我甚至我自己内心认为啦，这首歌是有稍稍超越王菲的那个版本，对，哇，真的，哇，那今天晚上都是超越。我记得刚刚那个越过山丘也超越了，那个有超越哦，有超越。好的，干嘛？梁宗伟，振宇大哥，您觉得您刚刚的舞台好看，还是他们这段舞台更好看？他们的舞台很好看了。不，都好看，不一样的风格而已啊。不是因为真的没想过6倍光速能安安静静，就好像真的小欧哥吊起来跑步那个震撼一样，真的。我们的团数能够结束在你们这个节点身上，又是一个很舒服的一首歌，哎，谢谢你们。振宇大哥谦虚了，那我想问一下，准备好来到中央舞台一见分晓了吗？那可以不来是吧？可以不来是吧？真的太可爱了，振宇哥。好的，接下来掌声有请金晨带领 3-5来到我们的中央舞台。聊兴趣不孤单，这里是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你们连酒戏都搞得那么安静呢，那厉害。好看，真的。现场的51位专业评审 ，3-5，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亮黄色灯牌；6倍光速，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亮蓝色灯牌。请投票。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嗨，我是吴镇宇，在生活中我也是他们，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酒店照顾不周，多多包涵。但其实，在Soul星球上，我不只是他们。有一起聊聊穿搭的吗？君不见，我们Soul里见哦。一见就可以加入户外群哦。安静，你们认真点好不好？真实的你不止一面，来Soul做更真实的你。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现场的51位专业评审 ，3-5，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亮黄色灯牌；6倍光速，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亮蓝色灯牌。请投票。3-5， 7票，6倍光速19票。你是不是19票地方？有请右侧的专业评审，3、2、1，请亮灯。3-5， 12票，6倍光速13票。最终的结果，3-5， 19票，6倍光速32票。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在这边恭喜我们的6倍光速，同时也要感谢 35，谢谢你们，谢谢你们3个月以来一路带给我们的惊喜，谢谢你们，谢谢。恭喜恭喜恭喜！辛苦了辛苦了。Let's bro. Honor and had so much fun.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t was the last show for this program, I still feel that it's not the end of our journey as a team. All 5 of us, not just 3 of us, you know, with Qin Fen and Jiang Chao as well. We've created a good friendship, I think. I think it's going to last for much longer than this show. 终极巅峰之夜团战投票即将开启，年度最强工作室将在京 AD 209以及6倍光速之中产生。2组胜出的工作室，你们刚刚的表演都曾打动过坐在台下的51位专业评审，但今晚的最强工作室只有1个。台下的许多专业评审都和我一样，陪伴着你们从1公一路走来，所以你们的蜕变、付出和突破都将成为专业评审最终决定的依据。其实信心挺大。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每一次突破是最大的。宝哥、苏苏，还有奥月，包括离开的满江，这如果要拿到这个最佳工作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认可。再回观一下我们6倍光速在整个追光吧舞台上所表演的，要炸我们是最炸的，要美的话我们应该也是最美的。我觉得还蛮有自信，说我们可以拿到最强的那个工作室。我们努力那么多，然后看到大家的血汗泪，然后喜怒哀乐、奋战、愤怒，所有一切的，我当然觉得我们在我的眼里，我们就是最棒的。聊兴趣不孤单，这里是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接下来51位专业评审，喜欢京 AD 209点亮黄色灯牌，喜欢6倍光速点亮蓝色灯牌。终极巅峰之夜团战投票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我左侧的专业评审，请亮灯。京 AD 209 8票，6倍光速18票，蓝色占上风。那么接下来，在我右侧的区域是否会发生逆转呢？3、2、1，请亮灯。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自己狠，是为了变得更强大。追光路上总有艰难时刻，藏猛犸能够快速补充能量，让我时刻满血，无惧挑战。我是吴建豪，和我一起追光吧。喝藏猛犸，源自西藏的高端能量植物饮品，健康无负担，无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请亮灯。
右侧的区域。6倍光速14票，京 AD 209 11票，总票6倍光速32票，京 AD 209 19票。恭喜6倍光速成为了追光吧第2季最强工作室，恭喜！有请追光艺委会魅力委员金晨为各位最强工作室的成员佩戴象征荣耀的勋章。谢谢，谢谢6倍光速，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作为唯一的一支6人工作室，6倍光速在这场追光之旅中，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光速般的自我突破。6倍光速，闪到你住！他们帮助不擅长唱跳的队员克服短板，这是在指引着你那种感觉。一起下去，那其实就是捞水，捞水。他们把他们的东西都是毫无保留的去教予我们，跟我们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种感觉我觉得太美妙了。他们不放弃每一个舞台细节，全力以赴，共同完成心中的梦想。但是现场我们要保现场，对，我们保现场才可以保那个票数嘛。今天晚上就排完了，明天就上台了，就演出了。我特别非常感谢小龙哥这一次，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意义，然后都是有他的珍贵存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就希望能为团队做到最好，这样。他们通过对经典歌曲进行全新演绎，收获掌声与认可。谢谢这些追光者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真的谢谢各位。太棒了，真的，我觉得这2个歌啊，真的是唱出了我们所有运动员的那种激情。恭喜6倍光速排名第1位，6倍光速并列第1位，恭喜6倍光速排名第1。因为我们真的热爱舞台，我们来这边 to rock you guys. Do we rock you guys? 他们不仅展现了男人的热血、勇气、无畏，更让我们看到了成熟男人的义气与担当。我们6倍光速的团魂精神永远存在。6倍光速彼此为伴，奋力前行，最终汇聚成为一道最闪耀的光芒。6倍光速 ，Peace and Love。最强工作室已经产生，下面我们将进行更为激烈的个人争夺战，14位争夺一个最强追光者的荣耀。追光拍档由追光者自行组队完成，组成7队，追光拍档完成7支舞台大秀。每轮表演结束之后，现场51位专业评审分别对2位追光者进行投票，个人得票较高的2位追光者将有资格坐上黄金战役。若出现平票，则由双人秀表演总分决定排名。双人表演全部结束之后，仍坐在黄金战役上的2位追光者将进入终极对决，由现场的51位专业评审2选1投票选出本年度的最强追光者。第一反应就是得跟欧哥合作，我们2个如果合作的话，会做出一些属于我们2个的音乐。那肯定是作为哥呀！我是来以前我就很想跟作为哥合作了，对，因为我们，对吧？义工的时候 CP show 我们是一起做的，唱《高高在下》，到最后一个表演了，我们还是 CP。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件很好、很圆满的事儿。各位追光者，晚上好！总决赛之夜即将来临，我们的赛制是7抢1。那么问题来了，出场顺序按照什么样的规矩来排呢？结合了北京冬奥会的传统的竞技项目，名字叫做人体冰壶。人体冰壶，接下来上道具。
这是啥呀？哦，那个是顺序。这不1、2、3、4、5、6、7吗？这就是7个顺序吗？哦，推得几是几。哦，推桶，是不是可以把人挤出去那种的？啊，真的吗？对呀，这不是冰壶吗？各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每组2个人，一个人负责坐在人体冰壶器里面，另一个人来负责推。你想第几个出场，就把人体冰壶器推到哪一个位置。在正式开始人体冰壶游戏之前，我们需要请7组分别派出一个代表上来，先用 Soul APP 来决出冰壶发射的顺序。规则是这样的，在 Soul APP 上有很多的兴趣群组，涵盖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7组的代表们将每人拿到1台手机，打开手机里的 Soul APP， 进入冰壶兴趣群组群聊中。大家心里想好要第几个发射冰壶，并在我喊完3、2、1之后，发送数字1到我的群聊当中。第一个进来的拥有优先的选择权。OK， 3、2、1，发！哎，第四个，不是最慢的。哇，这都我这都。是吗？好的，现在7组追光拍档的发送顺序已经产生，各组追光者按此顺序依次选择出场顺位，由此产生冰壶游戏的出场顺序。还有个小提示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Soul APP 上，大家可以一键轻松加入各个兴趣群组中，随时随地和懂你的人自在交流。咱们现在的这个冰壶兴趣群组中呢，也是卧虎藏龙。各位追光者们也可以跟群内的冰壶爱好者们讨教一下发射冰壶的技巧，会大有帮助。这里面有这么多随时可以加入的兴趣群组，音乐、舞蹈、游戏、搞笑什么的都有。我要多加入一些我感兴趣的群，好好聊聊。首先有请第1组，上半老师、小欧老师。OK， 欧哥应该你坐里边，你开个远光灯这样。我最后挤我挤不过你们。哦，来，准备，3、2、1，发射！好，哇，10、9、8、7、6、5、4、3，越走越出来，越走越开，回不来了。停，好，时间到，不许动了。出去了。这个算出界吗？算6，有占地面积就不算完全出界。有请第2组，刘野、王希。你要撞他吗？不撞，撞我没必要啊。哎，咱就使劲一直撞上去，咱就第7了，你知道吗？哇！9、8、7、6。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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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桶掉落了就直接淘汰。接下来有请杨宗纬、杨和苏、张卫健、韩宇、倪坤、陈楚生来准备。想要观看完整的人体冰壶游戏，请关注本期追光吧东方大看点。游戏吗？成功！别动！别动！别 ！No！ 在10秒钟的时间之内，谁先到？这么动一下啊！第几个动？哦。那我们追光吧总决赛之夜的顺序已定。期待各位总决赛之夜的惊人表现。总决赛之夜再见，拜拜。拜拜。哇，各位晚上好。总决赛之夜即将来临，我们将以2组合表演的形式冲击最终的最强追光者。大家也都是按照2分组的形式坐在了一起。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不要着急，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是因为和大家接触时间长了，怕大家之间太友好，不好意思说实话。我们呢要玩一个真心话的环节，有请导演组上我们的遮光蔽日照，俗称眼罩。好，那各位哥哥要不要来挑一下自己喜欢的眼罩？接下来，请各位戴上眼罩。
仔细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仔细回想你们的组队过程。请听第一个问题，请问在座的各位，被别人发出过邀请的，请举手。第二个问题，只被一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第三个问题，只被2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只被3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请摘下眼罩。首先来问一下九溪，有那么多人向你发出了邀请，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吴建豪老师？首先，我们2个可能比较了解，也比较熟，而且我觉得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因为我们俩就是这个节目没敲档的时候，我们就说要不要一起来这个节目 ？OK， 然后有始有终嘛。了解，谢谢。倪坤，你一共拒绝了3个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和楚生在一起？我想做这个 live music。OK， 那都拒绝过谁？可不可以听一听？他脸都那么红，没关系，大家可以随便讲。第一个拒绝的是 Venice 哥。我吴建豪大哥，这样的大哥你敢拒绝？是谁给你的勇气？Yeah, why, Nick? No, actually, the first day I already talked to him that we should do a show together.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show, you know, every show that I've done is always a different different side of me. 他想每一个节目都是不一样的他。那你应该找我呀。好，那第二个拒绝的人是谁？第二个是奥月。哦，为什么呢？腿太长，太高了。第3个拒绝的是刘野。Tell me why? We've done a show together already. 他们做过一个 CP show 了。对。哦，那我可以理解。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戴上眼罩，请听今天的第2个真心话。哎呀，把头发都弄乱了。就是啊。请问，在组队的过程当中，你去邀请别人，被拒绝的请举手。只被拒绝过1次的人，请把手放下。只被拒绝过2次的人，请把手放下。这个环节有点意思，我觉得。OK， 现在目前在举手的人，手不要动，其他所有人把眼罩拉开，让我们一起将目光聚焦到我的右前方。我吗？我想问一下，在你组队的过程当中，这一路的坎坷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挺难的。那你一共被拒绝过几次？3次应该是。3次。第一次向谁发出了邀请，被拒绝了？第一次是建豪哥。建豪哥。第2次是？然后后面2次是因为没有的选择了，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了，最后就剩我俩了。那内心会有点点的落寞或者不舒服吗？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反而我觉得我跟小野，我们2个人，就是我为什么想举手去说这个事情，就是我特别感谢命运。命运，对，本来我也是。对，因为我们2个人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也是小野选的，然后后来一听，哎，我觉得还这特别棒的一首歌。对，就是我选的时候也是想考虑到跟西哥适合他的，然后也同时我也可以驾驭的。对的，主要是，而且这种意外的缘分往往会带来惊喜的结果。是，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俩啊。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再一次戴上眼罩。问题是，你们认为，在7个组合当中，组队所耗时间最短的是哪一组？如果认为是自己的话，请举手。好，来。拿下眼罩，然后我就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说自己是组队就是最短时间内组队。我俩就没商量过。
我们指的是上次宣布完之后最短时间内完成组合的，组成的呀。我知道是谁，那个宗伟哥跟苏苏，他们俩。那现在还剩下寂寞沙洲，还有洋洋得意。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最短，迅速决定在一起的？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说你们还没有这个 CP 秀的时候，我俩就想在一起，30年前就在一起了，对啊。我们也是没有 CP 秀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对，这样我们以在节目当中我说完规则为定，之后的组合，第一个组合的应该是他们，因为我当时记得好像你们2个人在这边就已经决定在一起。对，但他没拍，摄像机关了。考验诚信的时候要到了。你不会再放我鸽子吧？你不要放我鸽子啊！我没有放过你鸽子啊！真假的？你之前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马上就要揭晓了，哥。现在就可以了。真假的？可以啊。行，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振宇大哥，您是怎么和傲月就是走在一起的？因为都很累，当天结果一出门就接到他那个短信，我说哦，跟我就啊，跟你 CP 很累的，这个跳舞嘛，那我就回心一想，应该可以去跟队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是否要交代嘛。对，因为毕竟是当大哥的。对对，后来伟健哥又发个短信，我就说，哎，我也回去跟队员商量一下。结果隔了一天，队员就商量好了，就不要我。不是，哦对，你们3个本来一个组就3个人了，其实你们不是组队，只是踢掉了一个人。哎，对对对，不是，因为就商量好，他们哎大哥要不要回来讲一下？CP 收的时候我就以为，哎呀，我们就2个中间选一个了，结果他们2个的大哥，我们差不多是这个。大哥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啊？对，没有落的。跟着我就顺序，我也没有就是问，傲月还收留我吗？就因为顺序嘛，因为第一个就我想就没，因为我们的评都是第一评。就免得我们就闹着玩，因为跟他对，虽然说也是命运走在一起，但是好像也都是命运特别的安排，让你们2个人最终走在一起。可能因为就顺序就回复，他没对，不想再选了。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组合已定，我相信肯定的，在总决赛之夜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我很好奇，相信观众朋友也很好奇。但提到总决赛，我们要说回正事儿了。总决赛。我们的赛制是7抢1，7个组合轮番登场，依次表演。之后，现场的大众评审和专业评审进行打分，分数最高的那一组人才可以坐上我们的黄金座椅，来冲击最终的最强追光者。那么问题来了，出场顺序按照什么样的规矩来排呢？结合了北京冬奥会的传统的竞技项目，以此竞技项目为模板。名字叫做人体冰壶。人体冰壶。接下来上道具。这是啥呀？哦，那个是顺序。这不1、2、3、4、5、6、7吗？这就是7个顺序吗？哦，推得几是几？是不是从往那儿往前一丢一甩，看谁滑出去？哦，推桶。啊，人坐桶里推。是不是可以把人挤出去那种的啊？真的吗？对呀，这不是冰壶吗？一个人坐一个人。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每组2个人，一个人负责坐在人体冰壶器里面，另一个人来负责推。你想第几个出场，就把人体冰壶器推到哪一个位置。无论是谁坐在人体冰壶器上，你的手只能牢牢地抓住2端的把手。在我10秒钟倒计时结束之前，你的脚是可以随便动的。在正式开始人体冰壶游戏之前，我们需要请7组分别派出一个代表上来，先用 Soul APP 来决出冰壶发射的顺序。规则是这样的，在 Soul APP 上有很多的兴趣群组，涵盖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7组的代表们将每人拿到1台手机，打开手机里的 Soul APP， 进入冰壶兴趣群组群聊中。大家心里想好要第几个发射冰壶，并在我喊完3、2、1之后，发送数字1到我的群聊当中。
第一个进来的拥有优先的选择权。OK， 3、2、1，发！啊，我们第四个，不是最慢的。哇，这都这都是吗？好的，第一个发送进来的是吴镇宇、张傲月，你们选择第几个发射冰壶？最后那个嘛，最后一个。好的，接下来第二个是吴建豪、尚九熙，那就第6个。接下来是倪坤、陈楚生，第5个，第5。OK， 张卫健、韩宇，是喽。好，杨宗纬、杨和苏，你们是3吗？好。好，王希、刘野，你们是第2个吗？啊，可以。OK， 大哥们，第1个出场。好，还有个小提示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Soul APP 上，大家可以一键轻松加入各个兴趣群组中，随时随地和懂你的人自在交流。咱们现在的这个冰壶兴趣群组中呢，也是卧虎藏龙。各位追光者们也可以跟群内的冰壶爱好者们讨教一下发射冰壶的技巧，会大有帮助。接下来，各位正式开始今天的人体冰壶决战。首先有请第1组，尚亮老师、小欧老师。先问一下，你们希望选到第几个出场？第5跟第7、第6都行，5、7、6都行。OK。欧哥，应该你坐里边，你开个远光灯这样。我最后挤我挤不过你们。来，准备，3、2、1，发射。好，哇，10、9、8、7、6、5、4、3，越走越出来，越走越开，回不来了。好，时间到，不许动啊！回不来了，过去了。哦，他就不能动了。对。哦，只能后面能动啊。对，不是要一起动的。对。哦，我明白了，我猜不懂这个规则。咱可以给他挤出去。来，有请第2组，刘野、王希。这个算出界吗？算6。有占地面积就不算完全出界。6，宝哥是6。对的，算6。来，准备好啊！你要撞他吗？不撞。你撞我没必要啊。准备好了吗？可以了。我知道。哎，咱就使劲儿给他撞上去，咱就第7了，你知道吗？3、2、1，发射！完了，你也跑偏了。10、9、8、7、6、5、拜拜2、1，好，桶掉落了，就直接进入下一轮了，不要着急了。嗨，有请第3组，杨宗纬、杨和苏，你们想争第几个出场？6或7。6或7，现在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顶走沙宝亮。不要，我不要顶走。不要是吧？好，来，3、2、1，发射！10、9、8、7，再前6、5，不错。3、2，对啦，停。OK。好的 ，OK 啊。接下来有请张卫健、韩宇。我们是这样走吧？我知道，哥你放心，我知道。我们就不能动了是吧，宝哥？可以动，19、8、7我们也可以动。我们也能动。对。这个4号应该没有人撞，因为撞的话特别容易给他撞到5，你知道吗？来，准备，3、2、1，开始。10、9、8，哥，我放松。好，淘汰。6、5、4，哥你放松呀。 10秒可以动，这10秒自己可以动。时间到。接下来是倪坤、陈楚生，想争第几个出场？6、7吧。6、7都可以哈。好，撞他那要撞他们吧？干嘛要撞我们？就撞他们6、7，他们要争6、7。OK， 准备好了吗？3、2、1，发射！哇，楚生太轻了。5、4、3、2、1，零，时间到。哇，第7个出场，最后一个压轴出场。好，来有请下一组，吴建豪、尚九熙。要挤第几？要往他们俩里中间挤吗？好啊，就来吧。我们很安全。来，3、用你2、1，发射！10、9、
8、7、6、5、4、3、2、1，停，不许动。还有一轮。哇，销魂一脚啊，干得漂亮！哎，不能再动了，不要再动了啊！大哥有一下定乾坤的意思了。撞完了，有请吴镇宇、张耀岳。大 boss 来了。大哥，跟我们先说一下此次出场你们的计划是？没地儿了，大哥没地儿了，全给你占上了。楚生，咱俩现在安全，先撞肯定撞他俩，你知道吗？然后就顺过来撞到你们了，其实。你大声一点，总之你大声一点。我知道，我但是过在杨河收，但是你要越过，你要往建豪那边去。哦，就靠右。我要拉，但是我要扣到杨河收这边。哦，明白了。我要把它停，一停我就快。OK，I know。我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OK， 好，来，3，豪哥，2、1，发射！哇，10、9、8、7、6，这完了，5、4、1、0，停，好，都不要动。我天哪，我没想到人体冰壶还有弹跳这个能力。我回不去了，大哥，只能往这走了。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现在第一轮人体冰壶已经比拼结束了，有几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杨和苏，你和杨宗纬。对，第4个出场是的，包括这边九溪和我们的吴大哥第5个出场 ，OK， 2位可以先撤了。然后这边呢，第6个出场的是我们的沙巴亮老师，还有我们的周晓鸥老师，您也可以暂时退场，其他2位不要动。你俩数字7之上有2个人，谁的占地面积大，第7个出场就归谁，而另一个人就直接轮空到下一轮，是谁？朱胜是，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大家可以看到，楚生是完全在7以内，所以说，楚生哥就是第7个出场。OK， 来，然后你们轮空到下一轮。我尽力了。不是，你没拉着杨和苏啊？那他等我一秒，所以你拉着他装在5号啊。那个说起来容易磕我的。还剩余3组，按照刚刚的顺序顺延。刘野，第一个要出场的是刘野。王希，其实应该就脚放在里面，就是纯撞，不要自己动，对，最安最好呀。对，这纯撞好玩，对，因为要看你技术能不能推出去那个人。我们重新玩一次吧，就算了。来，准备好，3、2、1，发射！加油！好，再往前点，好，2、1，时间到，好。现在目前为止啊，最有优势的出场顺序是3号出场，所以说3号现在是热门位。来问一下赵杰大哥，想争第几号？3。问我老板，3。好，你争了3也没用啊，你除非给他撞出去。对呀，不是，你就照着他去撞，反正他在那儿，你肯定把他顶住。对，用他来刹车嘛。确定吗，哥？对，你确定吗？你脚顶住了他。哥，你确定要这么玩吗？游戏啊！要你不这么玩，你到3没用。没用，没有意义，人家先到的。天哪，太吓人了吧！来，最激烈的抢3大作战。你往前走，他走的时候你就往前。准备好了吗？好了。3、放松，哥你放松，你放松。开始。哇！10、9、8、7、6、别动！No！ 1，扛掉0，好，先到。接下来登场的是吴镇宇、张耀岳。来吧，哥，我来推。来，准备好了吗 ？OK。3、2、1，发射。10、9、8、7、6、往回5、4、3、2、1，好了，好哥，不要做无谓的反抗。现在3已然归属于吴镇宇大哥他们组了，因为直接被冲出界了。好，哦，他俩就是2跟1了哈。对，他俩就是2跟1了。所以越后越好，因为只剩下2组了，我们一起来发射，谁离2越近，谁就是第2个出场。OK， 来，3、2、1，开始。10、
9，别动，哥别动。 8、7，多一点，多一点，王鑫。伟健别动，你先到，你先到了，伟健。 3，哥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1，停。各位，在10秒钟的时间之内，谁先到？王希，不是王希是完全100%在2的数字之内，而这边呢，他这差一点，周鑫大哥还差那么一丢丢，所以很遗憾。哎呀，1跟2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终于第1名了，对，给大家开个场。好，那我们追光吧总决赛之夜的出场顺序，第1位出场的是张卫健、韩宇，第2个出场的是刘野、王希，第3个出场的是吴镇宇、张傲月，第4个是杨和苏、杨宗纬，第5位出场的是吴建豪、尚九熙，第6位出场是周晓鸥、沙宝亮，第7个压轴出场是倪坤、陈楚生。顺序已定，期待各位总决赛之夜的惊人表现。总决赛之夜再见，拜拜。下期追光吧将迎来总决赛，开启收官之战，14位追光者将角逐最强追光者的称号。我觉得大家来这边追光，那我想不想要这个光？我当然想要，所以投我哈，每个人就直接投我。宗纬哥，你下来呀！这次我希望我能赢。 14位追光者将组成7队追光拍档，带来7个双人表演，谁将脱颖而出，成为本年度最强追光者？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打开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更多节目精彩歌曲。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追光吧，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年轻人都爱用的讯飞输入法，更智能、更高效。放心卖手机，就找爱回收，用速率共享充电宝，释放无限能量。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惋惜就像你的眼睛温柔地看我，你什么都不必说，你什么都不必说。 我将梦里所梦的转眼，人里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这场见你未见的世界，未知的世界，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你的热爱正在燃